楚风小友，仙海族长，元阳升空需要一些时间，几位小友既已融合阵法，剩下的只需等待即可，不如到我族内休息一下。话到此处，赵老八着重看向楚风，刚好也与竹音叙叙旧。赵老八盛情邀请，楚风等人自然也不好拒绝，于是便跟随赵老八向赵竹音等人所在的位置赶去。还有些距离，楚风等人便已经看到了赵竹音所引起的阵仗。楚风，那是辅助阵法吧？淡淡问道。是，但这气息与血脉机缘山阵法一模一样。看来赵氏仙族不仅知晓血脉机缘山的信息，也是掌握了一些先机。楚风道，有点意思，但看样子不只是邀请了你们哦。淡淡所见便是楚风所见，二人视线内除了引人瞩目的赵竹音，远处天际还有着一座比阵法更为吸人眼球的庞然大物，那是一艘无比巨大的浮空战船。战船之大，那上面的宫殿成群，广场花园应有尽有，堪比一座大型城池。那上面不仅有赵氏仙族族人，也有一些外人，但基本都是小辈。且眼下仍能看到，在赵氏仙族族人护送下，有新的小辈被送到战船之上，拜见族长大人。赵道斌率领一众长老迎上前来，同时还有赵听雪与赵苍劲等身份特殊的小辈一同迎接，声势浩大，也是引起了城中许多人的注意。楚风小友，好久不见。赵道斌也不介意早就相识之事，直接与楚风打起招呼。楚风也是回以一礼。眼下迎接队伍的所有人都在打量着楚风，毕竟楚风大名如雷贯耳，但许多赵氏仙族族人还是第一次看到楚风。父亲大人，不为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赵听雪则是看向赵老八，迫不及待地想与楚风认识。赵苍劲也是面带礼貌笑容地站在一旁，那乖巧的模样就好像是一个懂事随和贼好说话的三好青年，还介绍什么啊？你们不是早就认识吗？赵老八怪笑道。赵听雪则疑惑，甚至有点委屈，还以为他父亲误会了什么，赶忙道，父亲大人，我与楚风公子乃是初次见面啊。初次见面什么啊？他就是无名。赵老八道。此话一出，赵听雪顿感诧异，赵苍劲的表情则是如同吃屎。而面对两人渴望答案的目光，楚风也是笑着给出了答案，是我。闻言，赵苍劲的表情变得无比尴尬，他很想挤出笑容，可却怎么挤也挤不出来，最终只得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纠结表情。倒是赵听雪很快接受了这件事情，我还想说，修武界真是藏龙卧虎，除了大名鼎鼎的楚风公子外，还有如无名这般厉害的人物，不曾想原来无名公子便是楚风公子，原来厉害的是同一个人。赵听雪的笑容尽是夸赞之意，之前不想暴露身份，还望听雪姑娘见谅。楚风说道，能够理解。楚风公子先前见异象遮天，不知你是成功融合了哪座山头的阵法力量？想必然排名靠前的山头是最难的吗？赵听雪问。不只是楚风小友，这三位小友也融合了最难的山头阵法。赵老八指向了仍在昏迷的小鱼儿三人，父亲大人，那三位也是最强。赵听雪感到诧异，对啊，你没见到异象吗？赵老八问。倒是从远处见到了异象，但距离有些远，还以为是第二南山头上的阵法。赵听雪道，哦，莫非这三位小友的异象没有完全覆盖整片空间世界？赵老八问。回禀族长大人，与楚风小友的异象相比，范围确实有些差异。赵道斌说道，原来如此，不过这也正常，最难山头的阵法太难了，虽皆是融合成功，但也只有楚风小友安然无恙，有差异也正常。赵老八话里有话。而看到昏迷的小鱼儿三人，赵听雪等人自然也明白，小鱼儿几人的昏迷是与融合阵法有关，是付出了代价。而就在此刻，一道光柱冲天起，紧接着仙芒普照，那是异象，是赵竹音引发的异象。这异象莫说比楚风，就连比小鱼儿三人的都比不过，可同样引起了在场许多人的惊叹。毕竟非要说的话，这异象便也仅次于楚风四人了。赵竹音顺利融合阵法，当他将意识从阵法抽离，便第一时间寻找赵老八等人。只是当他发现楚风之后，脸上的喜悦竟也不由得浓了几分。父亲，赵竹音来到赵老八面前，旋即看向楚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楚风也微笑着回道。随后经过寒暄，赵竹音也是知道了楚风等人已经融合了最强山头的阵法。至于赵听雪和赵苍劲，短暂闲聊后便以开启山头为由离开了。这倒不是借口，是真的去开启了，就好像早就计划好了，是在等待赵竹音成功之后，他们才去开启。之后楚风等人被安排到了城池之中休息，并且得到了赵老八的盛情款待，并且赵老八还拿出了一个翡翠拂尘，那翡翠符与血脉机缘山本身有关。本来小鱼儿等人的情况是没办法干预的，不是楚风不想干预，是没办法干预。可有了这件翡翠拂尘则是不同，它是专门用来治疗的，且是用来治疗与血脉机缘山内力量有关的伤势，简直就是为小鱼儿等人所准备的。在这翡翠拂尘的助力下，小鱼儿与王强三人虽然依旧在昏迷之中，可体内混乱的力量开始逐渐平稳。楚风之前与赵竹音和赵老八接触，对二人印象都不错，再加上如今赵老八的帮助，且明明是远古家族的族长，却对楚风他们这些当代武者却没有丝毫敌意。宴会上，楚风也是心情大好，只是忽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，让楚风放松的情绪顿时紧绷起来。楚风小友，找个机会带着你的朋友们离开血脉机缘山，不要再回来。那暗中传音是赵道斌。楚风心中骇然，他下意识地观察赵道斌，发现赵道斌依旧谈笑风生，正在与小鱼儿爷爷畅饮交谈，但楚风能够确定暗中传音的就是他。可这里没有外人，甚至于他而言，楚风他们
反而是外人。那么他到底在防谁？前辈，能告诉我缘由吗？楚风表面不动声色，暗中赶忙询问。楚风小友，上次面对那神族，是你救了老夫，老夫欠你一个恩情，今日便是还了你这份恩情，其余的我也不方便说太多，你按照我说的做即可。总之，老夫绝不会害你。赵道斌暗中回道：楚风，什么情况？莫非是这赵老八要害你？还是说这赵道斌在耍什么手段？蛋蛋也听到了这暗中传音，不由询问起来。都有可能。楚风回道，同时楚风对神鹿说道：前辈，可刚刚开口，神鹿的声音便响起。你放心，若真是赵氏仙族想对你如何，他们拦不住本神。听到这句话，楚风便放心了。神鹿是可以自行判断凶险，从而发动自己的力量的。上次面对神柏，便是神鹿主动出手，救了楚风以及赵道斌等人。竹音，差不多了，你别忘了正事。赵老八忽然对赵竹音道：知道了。赵竹音应下后，便起身走到楚风面前，来，干了这杯，姐就要走了。赵竹音喝了不少酒，此刻小脸通红。虽然修武者不会因酒而醉，却也会因酒而变得比平时大胆。干了！楚风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赵竹音一饮而尽后，红扑扑的小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旋即看向赵老八：父亲可要照顾好我的朋友，放心吧。那只是你的朋友吗？那也是我的朋友。赵老八笑道。随后，赵竹音便在长老的护送下离开，而赵老八则是大袖一挥，其他长老也都走了出去，店内便只剩下了赵老八、赵道斌以及楚风等一行人。赵老八起身走到了赵道斌的身后，啪啪，他的手掌重重的在赵道斌的肩膀拍了2下。我赵氏仙族的执法长老还是如此的仗义，是因为之前面对神族，楚风小友救了你一次吗？赵老八此话一出，大多数人是没反应过来的，可楚风却心头一紧，他于此刻几乎确定，赵道斌之所以暗中传音，要防的人就是这赵老八。尽管是暗中传音，但可能因为赵道斌身上有着某种禁制，或是其他原因。总之，赵老八必然是发现了。眼见着暗中传音都被发现，赵道斌赶忙转身跪在了赵老八面前，但他并没有求饶，而是对着赵老八祈求道：族长大人，楚风小友是好人，老夫也欠他一次恩情，恳请族长大人看在老夫的面子上，放过楚风小友他们吧。此话一出，小鱼儿父母以及爷爷顿时反应过来，猛然起身，先是将本在疗伤的小鱼儿3人带过来，随后将楚风与秦玄护在身后，这才防范的看向仙海鱼族族长：赵氏族长，这是何意？赵老八没有直接回答，先是无奈的叹息一声，轰！下一刻，耀眼的金芒自其体内释放，那是血脉之力。这一刻，大殿内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修为凌驾于4品天神之上，已踏入5品天神。这是赵老八有意为之。仙海族长，莫要再用你们那耗命的手段了，在我面前，你们就算把自己耗死也是无用。赵老八对仙海鱼族族长说道，这便是他有意让所有人感受到他修为的原因。下马威，前辈，我怎么没看懂？楚风说道，不愧是楚风小友，我在这位仙海族长脸上都看到了慌乱，但在你的脸上却没有。赵老八打趣的说道，可楚风却没心思与他开玩笑。赵前辈，我想问一句，是我楚风看错人了吗？楚风问。此话一出，赵老八脸上露出了惭愧之色。楚风小友，你把我问住了，其实本来就要与你说的，这血脉机缘山就是我赵氏仙族开启的，它乃是我族远古时期的先辈们花重金买回来的，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启，就是因为竹音。你也看到了，竹音天赋不错，只差一点点，他便会拥有我赵氏仙族有史以来最强的天赋，血脉机缘山便是他最大的机会。听到这里，楚风问道，我们这些融合阵法之力的人将对他有用是吧？是，血脉机缘山的开启山头只是其一，融合阵法乃是其2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有第3层领悟。竹音以秘宝融合阵法，主要增强的是他对阵法的领悟，而领悟共有2层，第1层便是你们常规手段所能领悟到的，其实就是融合阵法，但竹音以秘宝融合阵法便能领悟到第2层，到了这第2层，他便可以获取你们的阵法之力。赵老八说道，搞了半天我们都是傀儡，前辈之前很担心我融合阵法失败，担心的不是我错过机遇，担心的是少了我这个傀儡。楚风说道，事关我赵氏仙族未来，事关竹音前程，也实乃无奈之举。赵老八说话间，将跪在地上的赵道斌搀扶了起来，旋即大袖一挥，便有无数天材地宝漂浮在半空之上。他又掌心握紧，所有天材地宝都融入到了一个乾坤袋内。楚风小友，我赵氏仙族不会让你白白帮忙，这些便是我对你的补偿。赵老八将那乾坤袋丢给了楚风，我若不想帮呢？楚风将乾坤袋丢还给了赵老八。闻言，赵老八面容再度叹息一声，旋即一步一步走到了楚风面前，而他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人大跌眼镜，尤其是赵道斌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面前。楚风小友，我真的很欣赏你，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，今日此举不仗义，可为了竹音未来，我不得不如此，我这里给你赔礼道歉了。赵老八说道。